Hello， 大家好。这棵叶夫人开完花已经有一阵子了，今天准备来给它换植料。这个就是它的名片。这棵叶夫人是一种原生种的兰花，它的原产地是中美洲。这棵兰花大概在6个月之前，我给它换过盆。当时那个盆太小了，根都外露在外面，眼看它就马上要长花苞了，所以赶快给它换一个大一点的盆，用桃李木炭珍珠岩把它种起来。现在花已经开完了，就重新给它换一下植料，换一个大一点的盆。原来是用桃李木炭珍珠岩种植。我这边的天气比较干燥，桃李木炭珍珠岩的保水性没有那么好。杯子是有洞的种植方法。由于天气比较干燥，几乎每天都需要给它喷水，所以现在想给它换一下植料，接一些树皮进去，这样保水性好一点。我觉得在天气环境比较干燥的地区，用桃李木炭珍珠岩来种植兰花，最好是用半水培的方法，要不然还需要每天都给它们浇水，这样就太麻烦了。根把原来的植料包得严严实实的，弄不出来，就这样子把它种回去好了。这棵叶夫人开完花之后，现在已经长出了新的芽，有好几个呢。通常我们给兰花换盆换植料，最好的时机就是等它开完花之后，长出新的根、新的苗，这个时候就是最佳的换盆换植料时间了。这棵叶夫人这一次陆陆续续的开出了9朵花。这棵兰花为什么叫做叶夫人呢？就是因为它的花香只有晚上才有，白天是闻不到有花香的。叶夫人跟卡特兰是同一个类型的兰花，它们的长势都是一样，往上长的。这几株就是原来的植株，新的植株一直往上长。今天准备用陶盆来种植，陶盆的透气、透水性比较好。植料还是用桃李木炭珍珠岩，加了一些树皮。叶夫人的种植方法跟卡特兰的种植方法非常的接近。如果是第一次种植叶夫人的话，按照卡特兰的种植方法就没错了。排水性好、通风好的植料就比较适合它。树皮、桃李、木炭、珍珠岩、小石头或者是水苔都可以。用水苔种植的话，只要掌握好浇水，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对水分的要求也不高，就跟卡特兰对水分的要求一样，见干见湿。给兰花换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一定要留足够的位置让新苗长出来。我们大概是每2、3年才给它换一次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留足够的空间，让新苗在2、3年之内都有地方长出来。叶夫人对温度的要求比较高，她喜欢温暖的生长环境，但是她也不怕寒冷。温度越高，它长得就越好。它对光线的要求也跟卡特兰对光线的要求一样，喜欢高强光，甚至它比卡特兰需要的光线更强一些。
它可以接受每天3-4个小时的太阳光直接的照射。当然了，夏天中午的时间还是不能直接暴晒在太阳底下的。怎样才确定它是有足够的光线呢？这个时候就要看叶子了。叶子的颜色，特别是边缘的地方带红色，就说明了它有足够的光线。光线不足会直接影响它少开花，甚至不开花。如果你养一盆叶夫人，叶子、植株都非常健康，就是不开花，这个时候要检查一下是否光线不足了。高强光是它开花的必须条件。如果叶子已经开始微微的发红，这个时候就要注意，别把叶子晒伤了。它对肥料的要求比较高，特别是在它的生长期，也就是从春天到秋天这一段时间，每星期都需要给它施肥。我是每一次浇水都给它施水溶肥。如果有兴趣想了解一下我是怎样给它们施肥的，我在5月16号发个视频跟大家分享过，那个视频有详细的肥料的比例和使用的方法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参考一下。叶夫人是一种非常容易种植的原生种兰花，很多卡特兰都是它的杂交品种。它特别适合新手种植，就算没有什么种植兰花经验的人都可以把它种好的。它跟卡特兰一样，就算完全没有根，很快它就能再长出新根来。只要掌握好浇水的方法，等所有的植料完全干了才给它浇水。植料不能一直保持湿润的，一定要有一个干湿的过程。根完全干了再给它浇水也就可以了。如果你的气候环境比较温暖，又喜欢带花香的兰花，这一棵叶夫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它的花香非常的浓郁，我是喜欢它的花比它的花香更多一些。几朵花同时开的时候，那个香味是真的太浓郁了。不过还好，它的香味是在晚上才有的，早上起来的时候已经闻不到它的香味了。